就在腊戌战役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腊戌以南的南兰镇再次成为同盟军与缅军争夺的焦点。腊戌会战爆发之后，同盟军为拓展腊戌外围空间，在收复南榜、弄曼等地后，就曾让南线机动部队沿44号公路与445号公路往南兰方向对沿路的缅军147营和5003装甲营发动攻击。如今同盟军把主力611旅调往南兰和西补附近发起新一轮攻势。8月18日传出的消息是，缅军位于南兰和西补之间的147营已经集体投降。值得注意的是，南兰、西补、角梅和腊戌缅军各营长期以来互为犄角，相互照应，番号上也十分相近。其中角梅拥有51营、502营和第1野战旅总部，西补拥有503营和504营，南兰拥有505营和506营，腊戌南侧第5保拥有507营，共计至少有7个营级单位出现番号连续的情况。同盟军在腊戌会战后半段拿下腊戌战役争夺最激烈的507营，目前正在围攻南兰的506营，而德昂军在完全拿下角梅501营和502营之后，正在围攻西补周边的503营和504营。而原本西补503营、504营和南兰505营的最高指挥官廖敏威准将已经在腊戌战役中被同盟军俘获，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各自为营的缅军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南兰镇是连接善邦北部和中部的重要交通节点，向北距离木姐至曼德勒公路约65公里，向南距离善邦中部重镇蒙更90公里，城区面积约为3.8平方公里，较西补镇略大。南兰镇也是缅北华人聚居地之一。之前视频我们介绍过，腊戌战役开始阶段，大批腊戌百姓就是从南兰方向出逃的。还有一位华人烧烤店老板免费为逃难百姓提供食物。目前南兰和西补的缅军营地都处于同盟军和德昂军的围困之中。由于南兰镇周边区域一些没有条件撤离的民众纷纷涌入，南兰城区也是人满为患。很多南兰镇居民也正外出躲避战乱，前往善邦首府东支或佤邦控制的当阳等地。战乱因素导致缅甸全国油荒，东支的加油站也都排起了长队。过去10余年，南兰附近一直是南善军与北善军争夺的区域。不过，随着2021年北善军与缅北特战队合作，击溃了南善军主力198旅，俘获了旅长和多名军官后，南善军已经基本退出南兰，只在善邦中部和南部活动。而随着果敢同盟军和德昂军的势力范围与瓦联军和北善军日益重叠，当地局势可能会更加复杂。由于南兰有一个缅军炮兵营，同盟军与缅军也展开了炮火对攻。缅军虽然在善邦北部的战事失利，但是缅军积累数十年的一些兵种仍然具有优势，特别是炮兵、工程兵和装甲车辆操作手等兵种。缅军炮兵的专业性也曾经给果敢同盟军造成不小的麻烦。同盟军目前在腊戌城内安抚百姓，公告不征兵、不交税、不纳粮、民族信仰一律平等政策的同时，也在不断甄别缅军俘虏和投诚人员，特别将一些投诚的缅军技术兵种吸收编入611民族旅。而缅军方在丢失东北军区司令部腊戌之后，显然并不甘心。敏昂莱宣布在善邦东部的中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扩栏，重建东北军区司令部，准备反攻腊戌。而且副大将索温还制定了所谓的大规模反攻计划，其一是收复善邦北部腊戌，代号星标性行动；其二是收复克钦邦，代号巴拉敏丁行动。此前，缅军曾发起过收复妙瓦底区域的雍吉牙行动。雍吉牙是贡榜王朝创始人，发动过征服泰国的战争，用这个代号暗指泰国帮助克伦军。而新标性行动中的新标性即白象王，中文称孟博，曾攻陷暹罗王城，灭阿瑜陀耶王朝。他还多次侵犯云南边境，引发4次清缅战争，在缅甸被缅族人视为抵御北方的民族英雄。巴拉敏丁则是新标性手下的一员大将。第2次清缅战争期间，他以劣势兵力在克钦邦的公屯抵挡住了清军的进攻，并在援兵赶来后将清军击退，夺回巴莫。第4次清缅战争也是他在公屯迟滞了清军的进攻。这2人曾与清军在善邦北部和克钦邦交战的区域，正是如今缅军准备反攻的这2个地方。显然，缅军方是想用舆论把自己的无能转移到民族矛盾和外部势力干涉上。然而，缅军再怎么狡辩，也无法掩盖其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7月以来，缅军除丢失腊戌东北军区总部外，连续在若开邦、曼德勒、克伦邦和青邦继续遭受重创。若开军在孟都、丹队等地消灭了缅军至少8个营，德昂军也占领孟密、蘑古、角梅，消灭缅军606营等多个重要据点。加上曼德勒人民保卫军占领新谷、佤邦和北善军进驻当阳和猛牙，整个7月缅军损失40个营以上，超过8000兵力，丢失控制区域上万平方公里。另一方面，中国外长在8月16日出席在泰国清迈举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9次外长会时，也进一步阐明了中方对缅甸内战的态度。王外长表示，在此次出席蓝湄合作外长会前，应邀赴缅甸会见缅甸领导人敏昂莱、前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
同丹穗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会谈，表明中国坚定弘扬中缅包博情谊，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奉行面向缅甸全体人民的对缅友好政策，支持缅方维护独立、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尤其强调中方支持缅方按照新的5点路线图，在缅宪法框架内实现国内政治和解，通过大选重启民主转型进程。中方反对在缅国内挑动内乱内战的行为，反对域外势力蓄意干涉缅甸内政，反对任何离间中缅关系、抹黑污蔑中国的言行。随后又提出了3条底线和几点建议，在缅甸问题上要坚守3条底线是：缅甸不能内乱内战，不脱离东盟大家庭轨道，不允许外部势力肆意渗透干预。建议则包括共同支持缅甸依法有序推进国内和平和解进程。缅方提出的第3版5点路线图应与东盟5点共识，相互促进，形成合力，同时要为缅甸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3是共同支持以东盟方式妥善处理缅甸问题，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警惕域外势力搅局乱局。随后，缅方外长感谢3方作为友好邻邦，在缅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泰方外长表示，希望看到缅甸保持和平、统一和稳定，尊重缅甸以自己的方式妥善处理内部问题，同东盟进程形成互补，争取找到妥善解决方案。老方外长表示，4国有着共同边界，安危与共，完全赞同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意见。缅甸问题只能由缅甸人民解决，要防止外部势力干预。这里几位外长反复提及的5点路线图，也就是缅甸军政府提出却一直没有执行的重组联邦选举委员会、恢复经济，与21个缅甸无组织达成全面和解，1年之内重新举行大选，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新的获胜政党。而着重强调的防止域外势力干涉，也是缅甸内乱不止的根源之一。尤其近期有消息表明，缅甸军方已经用反恐的名义邀请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入缅参战。随后几个月内，瓦格纳雇佣军可能会陆续抵达，具体人数有几十到几百不等。缅军国防部长也已经抵达莫斯科洽谈相关事宜。与此同时，支持昂山素季的缅甸影子政府代理总统杜瓦拉什拉也针锋相对，宣布他于8月15日在线上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西弗，讨论了对革命的支持和援助事宜。就在今年6月，美国外交事务顾问德里克·舒莱特也会见了民族团结政府主要成员，并承诺追加1亿多美元的援助。本次和沙利文会面后，预计美国方面会提供更多援助。随即，民族团结政府发言人吴觉佐发表了强硬声明，表示缅军方没有权利举行选举，是非法的。缅军军事委员会的选举是假的，与其合作是危险的行为，将鼓励军事委员会增加暴力。另外，克钦独立军第1司令恩板拉发表电视讲话，再次重申克钦邦要追求独立，以及敦促缅甸所有民族武装团体站出来一起共同战斗，推翻敏昂莱军事独裁，创建一个新缅甸的军事行动。克钦军将对抗到底。前段时间，敏昂莱为示好克钦军，还将副总统的位置给了克钦族部长，而恩板拉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下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宣告了克钦军与缅军的彻底决裂。70年内战的缅甸也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最后再说一点题外话，这2天各大平台大批支持同盟军的账号和同盟军人员的账号被消失，包括果敢官方的网站和博客。本人在某一平台经营多年的账号也不能幸免于难，突然通知永久封禁，作品也是全部下架，给出的理由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但又不说具体哪一条。从去年1027战事开始关注缅北局势以来，自认为评价都是相对客观的，只是说果敢族同源为汉族同胞，天然会有一定好感。舆论风向的突然转变，作为普通人确实始料未及。在同盟军打响腊戌战役之后，中方宣布封锁边境口岸等一系列操作，无非就是2种可能，一种是拉拢缅军方与西方阵营对抗，另一种就是拿下腊戌之后，安抚缅军方，表面上划清界限。毕竟现在缅甸处于全面内战阶段，在国内的舆论战也是十分激烈，很多消息也是真假难辨。尤其近期缅军方公开发表讲话，指责邻国干涉，但不论哪一种情况，清理掉一批同盟军相关账号，对他们而言是代价最小的做法。他们需要的是统一口径的宣传，或者不宣传，更何况只是牺牲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常觉得我们的社会就像一架钢琴，每一个音符都被明码标价，有人希望所有音符都落在合适的位置，才能演奏出和谐的乐章。很多时候我们也以为是这样，但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们在宣传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时候，能否给普通人多一点人文关怀？现在很多公司虽然不在体制内，却比体制内还上心，上面随便一句话，表面上就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公，但骨子里还是魏忠贤。之前看过刘慈欣在《三体》中的一则小故事，歌者文明毁灭银河系，只需要一张小小的2向箔。更讽刺的是，操作者还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清洁工。我不是看不起谁，只是清洁工还有标准呢。
这就是我们社会奇怪的地方，该讲规则的时候他跟你讲人情，该讲人情的时候他跟你讲规则。也许有一天你会得很多金牌，也许你想成为所谓的世界第一，但那些被平均的人，生活能因此改善吗？谁又在乎那些被牺牲掉的普通个体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并不会把这看成挫折，只是生命中的某次挑战，让我更好地理解所处的时代。游戏账号还能重开，我也应该有点游戏人生的态度。任何工作都只是生活的30%，更何况这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能在网上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也是值得庆幸的。在楚门的世界当中，你不去迎击风浪，就永远不知道边界在哪里。我还是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开放，科技会进步，社会会发展，会更加融入世界。每次看新闻联播后10分钟都在关注世界人民的苦难，不断暗示我们活着就应该感到庆幸。确实，与身处战火中的人民相比，我们又多活了一天。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得有尊严。下期再会。